眼看年关将至，很多人开始忙着买花，认为他们摆在家里看着舒服，还能图个好兆头。我不忍心扫兴，但有句救命的话，我必须讲在前头。有的人过年喜滋滋搬回家的，根本不是什么喜气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煞气。你们以为是在装饰客厅，其实是在给自己家里下毒。不信，我给大家讲个真事。我有个病人老林，身家过亿，那年春节，为了显摆排场，他在客厅正中央，也就是房子的心脏位置，摆了一盆巨型的鸿运当头。那花红得发紫，叶子尖得像一把把利剑，直刺四方。我一进门就感到背脊发凉，劝他：老林，这花太凶，叫穿心煞，你压不住。老林笑我迂腐，尼斯，这叫霸气，做生意就要这种势如破竹的气势。结果呢，不出正月，真的见红了。先是他最疼的儿子在夜店被人打破头，缝了20针，紧接着他的货柜在海上遇风暴，赔得底掉。1个月前还势如破竹，1个月后家里鸡飞狗跳，天天吵架。老林哭丧着脸来问我，是不是被人下降头？我说哪有降头，是你亲手把刀子插在了自家心脏上。诸位要懂一个天大的道理，过年是交节气的关键时刻，是天地磁场重新洗牌的时候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往家里放进去的活物，放对了叫纳吉气，一整年顺风顺水；放错了，放进了那种带刺的、断根的、阴寒的花，那叫引煞入室，一整年都是虚火和破败。千万别觉得自己懂风水，更别被商家的吉利话忽悠了。很多花名字叫发财，其实是破财；看着叫富贵，其实是浮云。听到这里，是不是觉得背后有点流汗了？是不是想赶紧回家看看自己买的那盆花，对不对？别怕，既然我点破了这一层道理，我就一定会把破解的方法教给你们。医者父母心，我不能看着你们把煞气往家里放。之前很多人问我，尼斯是不是越贵的越好？是不是那盆花标价几万块，我就能发几万块的财？大错特错，风水里从来不看价格。就像治病，几块钱的大黄，芒硝用对了能救命，几万块的人参、鹿茸用错了，有时候反而能杀人。药无贵贱，对症者良；花无高低，和气者旺。接下来的内容，我会把花分成5种，这5种花对应着我们普通人家里最缺的5种：运气、正财、贵人、子孙、化煞、福德。现在我先手把手教你们，怎么在花市那几千盆花里挑出最对的那一盆，怎么摆在最正确的位置，怎么把它养得气场全开，才能把这新年的第一口真气给接住。我总结了3大铁律，这是我看了多年风水总结出来的经验。第一，铁律，夜后不坚，这是收气的肾脏。你们现在去花市转一圈，会发现很多那种网红植物或者进口的稀奇古怪的品种，有的叶子薄得像纸一样，风一吹就哗啦哗啦响，还有的叶子尖尖的像针像剑，看着很犀利，很有现代感。这种花我告诉你们，坚决不能摆在客厅，尤其是不能摆在财位。为什么？零一，叶薄则气散。在中医里，我们讲肥人多痰湿，瘦人多虚火。叶子太薄，代表这个植物津液不足，它自己都保不住水分，怎么帮你保住财气？风水讲究藏风聚气，叶子厚实圆润，像那个橡皮树、君子兰，摸上去肉肉的，这代表它气血充足。这就像一个人的手掌，你们看看那些好野人的手，哪个不是手掌厚实、红润多肉的？那叫抓财手。你再看那些劳碌命的人，手干瘪枯瘦，指缝大开，水一倒上去全漏光了，那叫漏财手。叶子薄的植物就是那个漏财手。摆在家里，钱刚进来，还没捂热，就因为各种琐事花出去了。2，夜间则气冲，这一点最可怕。很多年轻人觉得剑兰、龙血树那种叶子像刺猬一样炸开的品种看起来很酷，叫什么势如破竹。我跟你们说，那个不叫势如破竹，那个叫利刃割财。尖锐的东西在五行里属金，金主杀伐。你把一堆刀剑摆在客厅，客厅的磁场全是肃杀之气，所以叶子要厚要圆，要像肾脏一样实实在在。
肾主藏，藏得住，你赚回来的钱才留得下。第二，铁律，根深不松，这是家运的底盘。这一点是很多人都会忽略的死角。你们买花，眼睛只盯着上面看，花开得大不大，艳不艳，从来没人去看看下面根扎得稳不稳，土实不实。现在的商家很贼啊，为了节省成本还运输方便，很多花是切枝插进去的，或者是刚换盆不久，根还没长好，土是松松垮垮的椰糠。你买回家手一碰，那个花在盆里摇摇晃晃的，根不稳代表什么？在相术上，这代表漂泊，代表无根。有一对老夫妻来找我看病，老太太有严重的失眠和焦虑，聊起家常，她叹气说这几年很奇怪，儿子在上班，明明机会很多，学历也高，但总是干不长，3个月换个工作，半年搬一次家，不是嫌老板不好，就是嫌同事难相处，钱也没存下，30好几了还在啪啪走，定不下来。我问他们，你们家里的那些花草是不是经常换？老太太一拍大腿，是啊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这个人喜欢新鲜，而且我看那些花老是养不活，那个花盆里的土都是松的，我经常把旧的花拔出来，随手买个新的插进去，这就对了。土松根浅，寓意立足不稳。这种气场会感应到家里人身上，特别是年轻的男丁，他在外面做事也会觉得脚下无根，心里发慌，总觉得这里不是久留之地。这在中医里叫下焦虚寒，元气不固。我们人体分成上中下3焦，树木的根就是人的肾和膀胱，就是人的双腿。下焦不稳，上面在热闹，那也是虚火，是假象。真正的好花，你买的时候要用手提一提它的茎，当然要在老板同意的情况下，那个根系一定是把土抓得死死的，你提都提不起来，连盆带土浑然一体，这叫落地生根。家里的气场稳了，那个磁场是沉的，孩子在外面做事才能一步一个脚印，才能在一个行业里生根下去，而不是当跳蚤。第三，铁律，生慢持久，这是福报的积累。现在的人心都太急了，这也难怪，社会节奏快嘛，买花都要买那种速效的，今天买回来，明天就要它爆盆，就要它开满枝头。商家为了迎合你们，就用各种催花术、膨大剂，那个花是被药催出来的，是被逼出来的。各位，来得快的，去得也快，这是天道，也是物理。那种一夜之间开满枝头，3天之后满地残花的东西，风水上叫败气。它把你家里的能量瞬间抽干，去供养那几天的灿烂，之后就是长久的死寂和枯败。我看过台北东区一家新开的餐厅，老板为了开业排场，摆满了那种催熟的杨绣球和速成的一串红，看着那叫一个繁花似锦。结果呢，那家店就像那花一样，刚开业火了3个月，大家图新鲜去排队，3个月一过，花谢了，生意也断崖式下跌，最后资金链断裂，倒闭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气数尽了。我们要养什么花？要养那种笨花，长得慢，几个月才发几个新芽，但是1年4季常青，3、5年都在那里，雷打不动。比如罗汉松、榆树盆景或者是兰花，这叫细水长流，阴阳平衡。中医最怕什么？最怕爆发。暴饮暴食伤脾胃，暴富暴发伤福报。人体若是一下子阳气过亢，把阴经耗干了，那就是短命之象。那种生长缓慢但持久的植物，散发的是一种静气，这种气能养人，能让你和家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冷静不冲动，它能让你不仅赚现在的钱，还能赚10年后的钱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富大贵的格局。诸位听到这里，你们现在应该知道怎么去花市挑花了吧？不要被那些花花绿绿的表象给迷惑了。记住我的口诀：一，摸摸叶子，要厚不要薄，要圆不要尖，这是看能不能聚财。2，摇摇花盆，要稳不要松，要抓土不要虚浮，这是看能不能守业。3，问问习性，这花能活多久。如果是那种只能活1季的草花，尽量少买，或者只当作点缀。要买那些能陪你过日子
熬得住岁月的木气，这是看能不能长久。好了，知道了怎么挑好花，还没完。风水这东西最怕的是犯忌讳，就像中医里有些药叫虎狼之药，吃错了是要死人的。风水也一样，有些花看着漂亮，名字也好听，但放在家里那就是隐形杀手。商家会跟你推销，阿姨你看这个多喜庆，买回去刚好过年开，帅哥这个挡煞最好，放在办公室防小人。你要是真听了他们的鬼话，买回家了，大年30可能还挺高兴，等到正月初3初4，亲戚还没走完呢，他啪叽一下谢了，哭了，黑了。这叫什么？在我们风水学上，这叫断气。过年是纳气的时候，是接天运的时候，你纳进来一个只有3天命的东西，这不是触霉头是什么？我今天不怕得罪那些卖花的商家，为了你们的家运，这3大黑名单我必须给它曝光出来。过年去花市，要是看到这几类绕着走，千万别心软，心一软煞气就进门了。第一类毒药，昙花一现形，那是回光返照的凶兆。这一类花最具有欺骗性，它们往往在过年前几天开得极其妖艳，颜色鲜亮的不得了，全树都是花苞，看着让人心花怒放。最典型的就是那些经过特殊处理的年宵花，还有那些用药水染色的鲜切花，比如染成蓝色、金色的玫瑰，或者银柳上喷了厚厚一层胶的。为什么不能买？这些花很多是已经离开了母体的，或者是被打过强效催化剂的，它们现在的绽放是生命的最后一次燃烧。这就像我刚才说的，重症病人临死前会突然精神变好，想吃东西，脸色红润，这叫回光返照，是体内的元阳真气外越瞬间耗尽的表现。这种花散发出来的磁场是急速衰败的讯号，你把它放在家里，它会诱导家人的潜意识变得急躁焦虑。做生意的人最怕这个刚谈成的单子，就像这花一样，看着好好的，突然之间黄了，煮熟的鸭子飞了。坚决不买鲜切花作为过年的主花。插瓶的鲜切花是用来供佛短暂装饰的，不能用来镇宅。要买就买带土的带根的盆栽，远离染色花。那些把发财树叶子喷成金色的，把多肉植物喷成5颜6色的，那是涂脂抹粉，是虚情假意。你要的是真气，不是假象。如果家里已经买了切花，记住一个原则，一旦有一朵花开始谢了，立刻马上扔掉或者剪掉，绝不能留枯枝败叶在家里过夜，那是湿气。第二类毒药，一箭穿心形，乃是是非口舌的源头。这一类我之前稍微提过，但这里要特别强调，因为很多人这几年误解了风水，以为家里要放仙人掌来挡煞，大家非常容易买错了大型仙人掌、仙人球、麒麟掌，还有某些带长刺的玫瑰。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尼斯，仙人掌有刺可以挡煞可以防小人啊。错，大错特错。挡煞是用在屋外的，不是用在屋里的。刺是用来对付敌人的，你把它摆在客厅，甚至摆在餐桌旁边，那就是对付自己人的。一家人吃饭，旁边做个刺猬，这饭能吃得香吗？这刺在风水上就是尖角煞，它不仅伤人还伤财。为什么？因为财气是柔的，是像水一样流进来的。你摆一堆刺那里，把聚过来的吉气全部刺破了，漏掉了。这种植物五行属金火，性情刚烈，长期对着它，人的肝火会莫名其妙的旺。肝开窍于目，你看谁都不顺眼，觉得谁都在针对你。过年是讲究和气生财的，你摆个刺那里，那个和气怎么生得出来？家和才能万事兴，家里全是刺，那就是家衰万事败。第三类毒药，头重脚轻型，那是无根浮萍的败局。这种花现在很流行，特别是一些网红植物，上面叶子很大很漂亮，或者花开得很重，但是下面的根极浅，或者是那种拼接的嫁接的。最常见的一种就是那个彩色仙人球嫁接在量天尺上面的，看着像个棒棒糖。还有那种水培的转运竹根，就飘在水里几根须须，这种花叫虚花，也叫拼接运。很多搞投资失败的人，或者做那些投机生意的人，家里最喜欢养这种水培的富贵竹，或者看起来很高大的拼接花，看着名字叫富贵，实际上那是福财。根不落地，
财不进库，钱来得快，像水一样流走了。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，这种花更不能作为主体去养，它会让孩子变得浮躁，读书读不进去，做事三中热度，整天想入非非，脚不沾地。脾主运化，脾属土，土厚才能载物，根扎在土里才是补脾，土才能厚德载物。根飘在水里或者根系脆弱，那是湿气太重，湿气困脾，人就容易懒，容易累，容易没精神，整个人湿哒哒的，提不起劲。你这一年开头就湿气缠身，还怎么去打拼，还怎么去跟人家竞争？各位，这三类花，短命的、带刺的、无根的，就像是三种病气。短命花让你后劲不足，带刺花让你家宅不宁，无根花让你财运漂浮。现在请你们回想一下，往年过年是不是买过这些东西？是不是那几年的运气真的就一般般，甚至有点倒霉？如果有的话，别难过，不知者无罪。现在懂了，改过来就好。好，既然大家已经把那些毒药扔出去了，那现在咱们的房子就像是一个刚清完毒的病人，身子骨是干净的，但也是虚的。这时候最关键的一步来了，进补。中医讲虚则补之，但不能乱补。你不能给一个阴虚火旺的人吃附子干姜，那会补出鼻血来的。风水也一样，你家缺什么就补什么，千万别贪心，千万别想着我全都要。气场这东西贵在纯，不在杂，不要把家里搞得像植物园一样，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气场一杂，运势就乱。你看准了你家今年最缺什么，就选这一盆，把它摆对养好，这叫专气致柔，力量才是最大的。我给你们开了5张方子，对应钱财、贵人、子孙、平安、福寿。你自己把你自己家的脉看看最虚的是哪里，就选哪一盆花，这叫一花定乾坤。第一张方子，正宅正财型，专治钱留不住。这种家庭通常是钱也在赚，甚至赚得不少，薪水也不低，但就是很邪门，不知道钱去哪儿了。月初刚领薪水，月中车子坏了，孩子补习费涨了，亲戚来借钱了，自己生病了，月底一算账空的。这在中医叫气虚不固，在风水叫财库有漏。推荐植物首选金钱树，次选君子兰。看叶形必须选叶片极厚，排列整齐，像铜钱串一样的金钱树，或者像扇子一样打开的君子兰，这代表财帛丰盈。看质地，叶面要有光泽，像是打了一层蜡，这叫有水竹。必须土养，土要厚实，盆要深，因为土生金，土厚才能藏金。摆放在客厅进门的对角线角落，这里通常是两面墙的夹角，是家里气流汇聚不动的地方。气流到了这里会回旋停滞，这就是家里的口袋，是库。禁忌，这个角落不能有窗户，不能有冷气机，不能堆杂物。这种花的叶子肉质极厚，里面藏的都是水，水主财，把水锁在叶子里就是锁财。这就好比中医里的脾统血，脾气足，血才会在血管里乖乖流动，滋养全身，不会乱溢出来。这盆厚叶子的花就是你家的脾脏，帮你把财气血统摄住，让它只进不出，这才是存钱之道。第二张方子，偏财贵人型，专治遇人不淑，适合做生意、跑业、自由职业者，或者正处在事业瓶颈期，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总是碰到傲，甚至总招小人的。你想求的不是死薪水，而是机会，是赏识。唯一推荐蝴蝶兰，一定要选颜色干净、花型向上的。颜色要红就正红，要紫就正紫，千万不要买那种乱七八糟染色染得像鬼一样的。花梗要挺拔，用铁丝固定，得好好的，像一条龙一样往上冲，不要弯弯曲曲像蛇一样。数量选6株或8株，取顺和发之意，摆放在玄关迎客或者客厅的东边青龙位。玄关是你家的咽喉，是第一印象。东方属木，主生发，主贵人。兰花自古以来就是君子之花，它的气是非常清贵的、高雅的，它不争不抢，静静地开在那里，但谁都忽视不了它，这叫不求而得。我有位女病人，
快50岁了，搞保险的，业绩一直平平。他为人很热情，但总是遇到那种斤斤计较的客户，谈很久最后不买，还把他气得半死。他家里养了一堆仙人球，说是防小人。我说你把那个扔了，你摆个仙人球就像在脸上写着生人勿近，贵人看到你都吓跑了。我让他去建国花市买一盆最好的紫红色的蝴蝶兰，放在进门右手边的鞋柜上。为什么？因为花香引蝶，你发出的磁场是优雅的、高贵的，吸引来的自然是有实力、有素质的客户，这叫同气相求。换了之后不出2个月，他接了个大单子，客户就是看他人稳重、有气质，觉得他跟别的急吼吼的业务员不一样。其实是哪里变了？是家里的气场把他的燥气洗掉了，他变得从容了，贵人自然就来了。这叫疏肝理气。肝主疏泄，主情志，兰花那种清幽之气能平肝火，舒缓郁结。当你肝气调达了，你的眼神是柔和的，语气是坚定的，你在与人交往时不卑不亢，自然得道多助。所谓和气自祥，这个祥就是贵人运。但是人生除了钱还有更重要的东西。如果你家里有孩子读书不专心，或者夫妻天天吵架，上面这2种花可能就不太对症了。所以接下来这3张方子才是守家的根本。第3张方子，子孙延续型，专治孩子不稳，适合家里有小孩读书不专心，屁股上像长了刺一样坐不住，或者是成年的子女工作总是定不下性子，3天打鱼2天晒网，眼高手低。这在中医里叫肾气不足，志意不坚。推荐植物是富贵竹，又叫开运竹、万年青。注意这里有讲究，不能乱买，数量必须是4支。为什么要4支？因为在风水9宫飞星里，4代表4律文昌星，你养4支就是应了这个文昌的数。形态要直，这点非常关键，千万不要买那种被人为扭成菠萝形、塔形、弯弯曲曲的竹子。竹子原本是直的，你把它扭曲了，那叫兽形。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得这也要弯，那也要拐吗？我们要的是正直之气。上面我说财位要土养，但文昌位要水养。为什么？因为文昌属木，水能生木，智慧是流动的，像水一样清澈。水必须要干净，根须长太多要修剪，不能让水发臭发黄，水浊则脑浊。摆放在孩子的书桌左手边，或者家里的文昌位，这个每年位置不同，但放书桌左边是最稳妥的。竹子有什么特性？有节、中、空、向上。有节代表气节、规矩，孩子要有规矩，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。中空代表虚心，虚心才能装进去知识。向上代表步步高升。我看过太多家长爱孩子爱得不得了，给孩子房间堆满了昂贵的变形金刚、公仔，气场乱七八糟。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心神是散的，我就让他把那些玩具收起来，只在书桌左边放一瓶清清爽爽、直直挺挺的4支富贵竹。我告诉那个孩子，这竹子是你要照顾它，竹子黄了，你的成绩就黄了。这是一种气场共振，也是一种心理暗示。植物那种直立生长的气会带动孩子向上的心。中医认为肾主骨，生水通于脑，竹子就是植物里的骨头，坚硬挺拔，这种气场能补孩子的肾气。肾长志，肾气足了，孩子做事情才有定力，坐得住冷板凳，读得进圣贤书。第4张方子，化煞转运行，专治家宅不宁。家里总是莫名其妙吵架，夫妻不和，婆媳大战，或者感觉家里阴沉沉的，总有一股异味，家人睡不好觉，容易生病，火气大。这叫家有燥火，煞气郁结。推荐植物种白掌或龟背竹。选择要点：白掌花像一个小小的白色火焰，又像一个白色的帆船。白色五行属金，金能生水，水能克火。它开花的时候非常纯净，能让人心里瞬间安静下来。龟背竹叶子要选巨大的，龟背竹的叶子像龟壳，有孔洞，这在风水上非常妙。它能把冲过来的煞气化解掉，而不是顶回去，这叫以柔克刚。摆放在卫生间门口化晦气，2个卧室门相对的地方化口舌煞，或者客厅的角落。这类植物是最好的生物净化器，
它们不仅能净化空气中的甲醛、苯，还能净化气场。有一对年轻夫妻准备离婚了，吵着要分家产，最后来找我把脉，因为两个人都失眠、头痛。我看他们两个都肝火旺了吓人，舌苔黄腻。我去他们家一看，好家伙，家里装修的全是红红绿绿的，还摆了很多尖锐的艺术品。我就说，你们先别离，给我3个月时间，回家买2盆大的龟背竹，放在你们卧室的角落和卫生间门口，再把家里那些红红绿绿的装饰全撤了。绿色属木，木主要的功能是调和，大叶植物能把尖锐的真草声波吸收掉，把家里那股火药味给转化成氧气。3个月后，他们再来找我，说尼斯很神奇，看着那个大叶子，想吵架都吵不起来，觉得没劲。这叫清热解毒，宁心安神。家里煞气重就是热毒重，用这种清凉的大叶植物，就像给家里喝了一碗绿豆汤或者是甘麦大枣汤，火气消了，五脏六腑平衡了，人自然就和气了。第5张方子，福德积累型，专治根基不稳。家里有老人的，或者只求一家人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细水长流的，这是最高级的养法，适合那些已经过了拼搏期想要守成的家庭。推荐植物是罗汉松或榕树盆景，越老越好，不要买那种小树苗，要买那种已经成型的，树干苍劲有力的，不要那种花枝招展的，要那种看着像个老者一样稳如泰山的。这种树1年也长不了多少，这代表寿，摆放在客厅的主位旁或者阳台。民间有句老话叫家有一松，事事无穷。之前有人传承事事受穷，那是口误，差一个字差很多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这种树它活得比你长，它看着你家一代人老去，一代人长大，它承载的是时间的重量。你去看看台湾那些大家族或者那些100年的老宅子，院子里一定有一棵老树，那不是树，那是守护神，它散发出来的气场是沉稳的、厚重的。家里有这么一尊大神坐镇，那些外面的小鬼小祟、浮躁之气根本不敢进来，这叫固本培元，延年益寿。这种植物得天地之气最后，能补家里的元气。老人看着它，心里踏实，觉得生命有依靠；年轻人看着它，知道要沉稳，知道大器晚成。这是给家里打地基，地基打好了，上面的楼层随便你盖。诸位，这5张方子我是教给你们了。我们来复习一下：缺钱的养后叶、金钱树、君子兰，守财库；缺贵人的养亲戚的蝴蝶兰，招贵气；缺定力的养直节，富贵竹四枝，利志气；家里乱的养大叶的白掌、龟背竹，化煞气；求长久的养老树、罗汉松，养元气。你不需要把花式搬回家，你只需要问问自己，我现在最需要什么，然后挑选那一盆最对的，把它请回家。诸位，花买回来了，位置也放对了，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？错，很多人的花买回来是活的，养了半个月变黄了、枯了，最后变成了死气、衰气。这时候风水不仅没变好，反而变得更差，因为你家里多了一具尸体。怎么养？这里面也有风水大忌。浇水不是乱浇的，修剪不是乱剪的。一，浇水就是理财，忌贪多，忌忽旱忽涝。很多人养死花，80%是因为手贱，浇水太多。这2天没事做，拿个水壶喷一下，明天经过客厅又倒一杯水进去，你觉得这是爱它？错，那是溺爱。在中医里，水湿太重，脾土就烂了，脾主运化，土都烂成泥巴了，根怎么呼吸？根烂了，花必死，这叫水毒。看那个土表面干了，发白了，手插进去2公分，感觉没湿气了，再浇，而且要依次浇透，直到水从盆底流出来为止。这跟我们理财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。平时要守得住，土干再浇，不要手里有点钱就想花掉，不要像漏斗一样，钱刚进来就流出去，要懂得克制欲望。该用钱的时候要舍得，遇到好的投资机会或者孝敬父母，教育孩子的时候要大方，要一步到位。那些天天拿着喷壶没事就喷2下的人，通常性格上也比较随意，存不住大钱，
因为钱都碎散地漏掉了。你每次给花浇水的时候，心里要默念8个字：细水长流，入土为安。这是一种心理暗示，让水真正渗透到根部里去，而不是只湿了个地皮。2. 插叶就是开运，别让你的财路蒙尘。你们去看看那些运势好的家庭，或者是生意兴隆的大老板办公室，家里的植物叶子一定是发亮的，像涂了油一样。再去看看那些倒霉的家庭，那个发财树的叶子上全是灰，甚至还有蜘蛛网、死苍蝇。叶子是花的肺，是它呼吸吐纳吉气的地方，上面盖了一层灰，它怎么帮你吸纳吉气，怎么帮你阻挡煞气？就好比一个人的印堂发黑，那是晦气，你脸都不洗，财神爷看你都嫌脏。每周1次，建议定在周末，拿一块干净的湿布，拖着叶子，一片一片把灰尘擦干净。就这个动作价值千金。当你用手去擦拭叶片的时候，你是在跟这个生命做能量交换，你在告诉他，我看见你了，我照顾你，请你帮我照顾这个家。这叫明珠出土。你擦亮的不是叶子，是你那双发现机会的眼睛。你的眼睛亮了，你才能在浑浑噩噩的日子里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。3. 剪枯就是断舍离，坏的不去，好的不来。看到黄叶子千万别舍不得。很多人那个花都快死绝了，还留着那根枯枝，心里想着万一它活了呢？这花好贵，买的舍不得扔。糊涂啊！枯枝败叶就是家里的负能量，它在那里每一秒都在散发衰败的气息，都在消耗这盆花仅存的养分。一旦发现叶子发黄、枯萎、长斑，立刻剪掉，不要过夜。如果整盆花都已经烂根了，救不回来了，马上连盆扔掉，不要犹豫。在中医里，这叫去腐生肌。烂肉不挖掉，新肉长不出来，淤血不去，新血不生。生活里也是一样，那些消耗你的烂人、烂事、坏习惯，比如赌博、酗酒、熬夜，你就要像剪枯叶一样，咔嚓一刀断得干干净净。你这是在训练自己果断的决策力。优柔寡断的人成不了大事，也养不好花。4. 万一死了怎么办？这是大家最怕的。尼斯，我听你的话买了旺运花，结果养了2个月死了，是不是我要倒大霉了？别怕，万物有灵。如果你平时很爱护它，浇水施肥都很用心，它突然死了，或者突然掉了一大片叶子，那通常是它在代主受过，它用它的命挡住了本来要冲向你的一股煞气，比如本来你可能要生场病，或者要破财。这时候不要惊慌，不要沮丧，更不要觉得晦气，对着那盆花说声谢谢你辛苦了，然后把它处理掉，不要扔在家里。垃圾桶最好丢到社区的大垃圾桶，或者埋在外面。接着立刻去买一盆新的补上，气不能断，旧的去了，新的马上接上，这叫生生不息。浇水练的是度，插叶练的是情，修剪练的是断，换盆练的是续。你看这哪里是在养花，这分明就是在养你自己的性子。你性子养好了，人稳了，心细了，眼亮了，手狠了，那你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大风水，你做什么能不发财？诸位讲到这里，我看气、选、花、百味、养护这一套组合拳都交给你们了，你们照着做，家里的气场一定会变好，这点自信我是有的。但是最后我还有一些心里话想跟各位交交底，这些话可能比风水更重要，是关于天道和人心的。有人问我，尼斯，是不是我摆的这盆花，我从此就躺着数钱，我的孩子就自动考上台大医科，我那个天天吵架的老婆就突然变温柔了？我会直接告诉你2个字，做梦。风水是助缘，不是主宰。花草树木是给你借力的，不是替你卖命的。我有个病人，这个大老板家里请了香港最有名的风水师布的局，客厅里摆的是几十万的罗汉松，财位上放的是纯金的貔貅。可是他这个人心术不正，做生意偷工减料，坑蒙拐骗，对父母不孝顺，把老娘丢在养老院几年不去看一次，对老婆不体贴，在外面花天酒地。结果呢，那盆几十万的罗汉松不到半年，莫名其妙的遭了虫灾，叶子掉光，死透了。他跑来问我，尼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风水师骗我？我说，不是风水师骗你，是你的气把树给杀了。
植物是有灵性的，它最怕煞气。一个人心思歹毒、焦躁、刻薄，它散发出来的磁场就是黑色的、尖锐的。那个树天天被这种气场熏着、刺着，它能不死吗？这叫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哪怕你把全世界最好的风水师请来，哪怕你在客厅摆满了金钱树，如果你那个心是坏的，那盆花不是枯死，就是长疯了，变成妖气，反噬你一口。我想告诉大家，过年养花，养的其实不是花，是你的念头。当你把一盆花端端正正摆在家里的时候，你是在向老天爷发出一个信号，我准备好了，我要好好过日子了。这盆花就像是一面镜子，它照出的是你当下的状态。你每天看到它叶子绿油油的，你的心是喜悦的，这叫喜神到位。你每天看着它根扎得稳稳的，你的心是安定的，这叫定海神针。你每天看着它慢慢生长，不急不躁，你的心是从容的，这叫福至心灵。你每天给它擦叶子浇水，你的心是勤快的，这叫天道酬勤。真正的改运不是靠外面的东西进来，而是把你里面的东西引出来。你们到处去求财神，殊不知你们自己身上就长得最好的风水植物。你的善良就是最好的发财树，因为厚德才能载物，善气才能聚财。你的宽容就是最好的消灾草，你能容人，灾祸就远离你，冤家就变亲家。你的勤奋就是最好的长寿果，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，人情则深见。如果你家里哪怕只有一盆普普通通的绿萝，但是你们一家人围坐在这盆花旁边，有说有笑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尊老爱幼，我告诉你，那盆绿萝散发出来的气比那个皇宫里的牡丹还要贵气，比那个首富家里的发财树还要旺气。古人说福地福人居，你若是个有福德的人，你住个草屋，那草屋也是宝地，花草长得茂盛。你若是个刻薄的人，你住个金窝，那金窝也是凶宅，养什么死什么。我讲了一辈子医，讲了一辈子命，最后发现治病容易治心难，改运容易改命难，唯有修心才是改命的根本。今天既然大家有缘听到这里，不管你过年买不买花，我都希望你能带走一份善气。过年了，咱们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心安理得。心安了，气就顺了，气顺了，运就来了。我想请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动作，这也是一个集气的仪式，在评论区或者在心里留下一句吉祥话，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你自己，哪怕就是简单的4个字，国泰民安，或者家和万事兴，甚至就是一句最朴实的，我希望家人健康，我希望爸妈长寿，我希望孩子快乐。语言是有能量的，文字是有法力的。当几千几万个人都在这里留下善念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巨大的正能量场。你把你的名字和这句吉祥话连在一起，就是沾了这份喜气，就是接了这份福气，这叫众口铄金。不过我们铄的是金光，是祥瑞，心存善念，必有余庆。祝愿诸位在新的这一年里，根生叶茂，花开富贵，人财两旺，诸事顺遂。我们下期见。